想象一下，一个庞然大物悄无声息地潜伏在全球经济的阴影里，他的手掌管着11万亿美元的财富，比英法德3国 GDP 加起来还多。他不是某个国家，也不是你耳熟能详的科技巨头，而是一个低调到让人几乎忽略的金融怪兽——贝莱德 BlackRock。 这个隐秘帝国能逼得香港首富李嘉诚低头，能跟美国总统川普眉来眼去，甚至连日本福岛核污水排海的阴谋背后都有他的黑手。他是美国政府的白手套，替华盛顿干那些见不得光的脏活，掌控着港口、股市、抗癌药甚至太空的生意。他像一只资本章鱼，触手伸进全球每个角落，把经济命脉攥得死死的。今天我们带你走进这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恐怖帝国，看看它如何吞噬世界。巴拿马运河的暗战，让我们从一场惊天交易说起。2025年3月，香港首富李嘉诚突然宣布清仓了他手中的海外港口业务，43个港口，199个泊位，覆盖欧亚美3大洲23个国家，总价值228亿美元。这可不是普通的买卖，空气中弥漫着政治的血腥味。买家是以贝莱德为首的财团，而幕后推手正是刚上台的美国总统川普。川普上任后，盯着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不放，这两个命脉此前由李嘉诚的长江和记实业，也就是和记黄埔运营。他在社交媒体上咆哮：我们终于把运河从中国人手里夺回来了。这话听着豪气，可白宫没告诉你的是，接盘的不是海军陆战队，也不是能源巨头，而是一家穿着西装的资本怪兽贝莱德。李嘉诚呢？他嗅到风声不对，知道川普的铁拳随时可能砸下来，赶紧把这些宝贝资产打包甩手。账面上李嘉诚似乎赚了，长江和记实业股价连涨2天，3月5日暴涨 21.86%， 第二天继续高开高走，2天涨幅创下2023年5月以来新高。可别被数字蒙蔽，港口是李嘉诚的现金奶牛，全球港口数量稀缺，每个都像个小金库，垄断性强到普通人只能望洋兴叹。这种战略资产，平时求都求不来。如今在川普的压力下，他被迫贱卖，比起真实价值，亏得心都在滴血。和记黄埔还急忙声明，这纯粹是商业行为。这话耳熟吗？当年中资收购波特兰港时，华盛顿也是这么安抚民众的，多讽刺。贝莱德呢？他张开血盆大口，一口吞下这块肥肉，不仅拿下运河 90% 的港口股权，还顺带打包了李嘉诚在23国的43个港口，直接控制了全球 10.4% 的集装箱码头吞吐量，跻身世界3大港口运营商。如今运河两岸飘扬的不是星条旗，而是贝莱德的招股说明书。那些举着反美新殖民标语的抗议者，恐怕没料到这次来收租的地主连国旗都懒得插，在绝对资本面前，国家主权不过是财务报表上的一个注脚。作为美国政府的白手套，贝莱德替川普实现了地缘政治的重构，而他自己公文包里又多了一块全球战略要冲。贝莱德的恐怖进化史。贝莱德是怎么长成这头怪兽的？故事得从1988年的一个阴暗角落讲起。那一年，拉里·芬克 （Larry Fink） 和几个合伙人借了黑石集团500万美元，在一间小办公室里创立了贝莱德。芬克是个狠角色，他曾在第一波士顿银行风光无限，可31岁时栽了个大跟头，一次投资失误亏了9000万美元。那次失败像刀子一样刻在他心里，他发誓要建一家能掌控风险的金融帝国。于是贝莱德带着偏执的使命感诞生了，管钱管得滴水不漏。1992年，贝莱德从黑石独立出来，向脱壳的怪兽展露獠牙。1999年，他在纽交所上市，管着1650亿美元。2006年，吞并美林公司投资部门，
资产规模突破 1.1 万亿美元。但真正让他腾飞的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。雷曼兄弟倒塌，市场血流成河，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。贝莱德却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，以135亿美元的白菜价吞下巴克莱的全球投资部门 BGI， 杀进 ETF 市场，一种可以在股市交易的基金，资产规模暴涨到 3.4 万亿美元。那一刻，他成了美国政府的白手套，芬克亲自出马，帮美联储收拾烂摊子，稳住经济巨轮。贝莱德有个秘密武器，叫阿拉丁系统 Aladdin。这东西像个恐怖的金融大脑，能吞噬海量数据，分析风险，预测市场走势。危机中，其他公司忙着自救，他却靠这个系统四处捡漏。到2024年3月31日，贝莱德管理着 10.5 万亿美元资产，如今更是高达 11.6 万亿，比2024年德国和日本的 GDP 总和还多，仅次于美国和中国。客户遍布100多个国家，1.5万名专业人士为他效力。这头怪兽已经大到让人不敢直视。贝莱德的冷血掠夺，贝莱德的商业帝国有多恐怖？他的触手伸进全球每个角落，像一张无形的网，把经济命脉攥得死死的。先说科技巨头，他是苹果的第2大股东，特斯拉、微软、谷歌、脸书的顶级股东之一。这些万亿市值公司的背后都有他的影子。消费品领域，宝洁有他一份；能源行业，美孚跑不掉；食品市场，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都被他捏在手里。在中国，他像个幽灵，无声渗透。网易，百度的第2大股东；阿里，小米的第3大股东；腾讯、联想、吉利、长城的第4大股东，连4大银行的股份他都染指。在马来西亚，贝莱德的触手同样深不可测。据马来西亚官方透露，截至2024年5月，贝莱德持有该国100家上市公司的股权，总价值约275亿令吉，约62亿美元，包括工业领域和3大银行巨头。他不光是投资，而是像吸血鬼一样吸附在经济命脉上，榨取每一滴利润。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他跟抗癌药的关系。贝莱德不造药，但他投资了一堆制药巨头，比如辉瑞、强生、诺华。这些公司研发抗癌药，动辄烧掉几十亿、上百亿美元。比如治疗肺癌的杜伐单抗，研发成本134亿美元；治血癌的是萨妥西单抗，高达158亿美元。这些天价药背后是贝莱德的资本输血。研发是个吞金黑洞，过去几十年成本翻倍，可成功率低得可怜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90年代靶向治疗带来转机，像文克里斯汀救白血病患者于水火，如今免疫疗法又掀热潮。可药价为什么越来越贵？因为贝莱德要利润。他支持药企把药价定到天上，赚来的钱却不回流研发，而是回购股票，哄抬股价。作为白手套，他还能通过政策影响药企垄断，让利润滚滚而来，癌症患者的希望成了他的提款机。贝莱德的核弹级算盘。贝莱德的恐怖还不止于此，看看日本福岛核污水排海事件你就明白了。日本不顾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反对，擅自启动排海工程，引发全球声讨。中国直接停了日本海产品进口，日本政府被骂得狗血淋头。可你以为他真是罪魁祸首？错了，他只是个傀儡。真正的黑手是贝莱德，美国政府的白手套。网上流传2022年福岛核电站的持有公司东京电力 TEPCO 的股东名单，第1大股东是贝莱德，第2是先锋领航，
第3才是日本政府。但是根据截至2023财年末的数据，和损害赔偿与退役促进公司是最大的股东，持有194万股，占总股本的 54.74%。网上流传一个阴谋论说法，东京电力早就被美国资本绑架，日本政府说了不算，美国政府也未必能拍板，发号施令的是贝莱德。他为什么要支持排海？答案冷血得让人发抖，一箭双雕。他既能甩掉核电站的烫手山芋，又能制造一个万亿级的药物市场。核污水排进太平洋，辐射扩散，癌症病例可能激增，抗癌药需求喷涌而出。贝莱德投资的辉瑞、强生摩拳擦掌，等着收割利润。灾难在他眼里就是金矿。日本政府甘当马前卒，牺牲国民健康和环境，为贝莱德洗地也有自己的算盘。他想借中国制裁煽动民族情绪，突破和平宪法，重拾军国主义旧梦。福岛核污水排海成了地缘政治和资本博弈的血腥决斗场，贝莱德冷眼旁观，赚得盆满钵满。贝莱德的另一张王牌，如果说福岛是贝莱德的公开表演，乌克兰的稀土协议就是他藏在袖子里的王牌。就在巴拿马交易曝光前10天，美国与基辅签下协议，乌克兰 50% 的矿产收益将注入一个美乌共管的基金。这片足以制造 2.5 亿部 iPhone 的稀土矿脉成了贝莱德的猎物。他用政治压力敲开资源国大门，再用阿拉丁系统把矿产变成量化模型里的波动曲线，最后让美联储的印钞机背书，完美闭环。作为白手套，他不仅把核污染变金矿，还把战火中的稀土变成华尔街的提款机。五角大楼去年委托他评估军事供应链风险，转眼他就出现在乌克兰矿产交易中，这种角色切换比川剧变脸还娴熟。白手套的恐怖联姻，贝莱德跟政治的勾连让人胆寒。2008年金融危机，芬克帮美联储收拾烂摊子，成了华盛顿的白手套。到了川普时代，这关系更上一层楼。川普推美国再工业化，靠实业资本、能源、钢铁、硅谷资本、马斯克等人和金融资本支撑。贝莱德是金融资本的头号玩家，也是川普的得力助手。川普政府里，财政部长贝森特、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都是华尔街老将，跟贝莱德天然亲近。贝森特曾在索罗斯手下混迹，卢特尼克的建达公司是美联储国债交易商，连虚拟货币圈都跟他暧昧。李嘉诚的港口交易就是贝莱德跟川普的联手表演。川普施压，贝莱德接盘，还拉上 Global Infrastructure Partners (GIP) 2024年125亿美元收购和 Terminal Investment Limited (TIL) 拿下全球供应链咽喉。川普想让美国货卖出去，可美元汇率太高怎么办？经济顾问斯蒂芬·米兰抛出海湖庄园协议，让各国把美国国债换成100年期无利息不能交易的废纸债券，压低汇率，再加关税保护工厂。可这对外国是抢劫，急用美元还得找美联储借付利息。贝莱德提供资金和战略支持，像个冷血帮凶，完美执行川普的意志。争议与阴影，贝莱德争议不断。有人说他推高房价，有人指责他操控经济，连气候变化都背锅。他投了2600亿美元在化石燃料公司，被环保人士骂得狗血淋头。2023年，抗议者包围巴黎办事处，想掀翻这头怪兽。可他冷冷回应，我们只是替客户管钱。他控股媒体集团，影响舆论，你看到的新闻可能都有他的影子。有人戏称他是新时代的东印度公司，但他更狠。殖民不用军舰，他用养老基金控股公司，用阿拉丁系统影响央行，用客户资产转嫁风险。巴拿马交易 90% 资金来自客户，乌克兰基金让美国纳税人分担后果。赚了是全球化典范，赔了是市场波动。
这种大到不能倒的逻辑冷酷无情。贝莱德还在扩张，2024年吞下 Jeep， 又计划收购私人市场数据公司，目标是统治一切投资领域。此刻，拉里·芬克站在纽约总部42楼，品着威士忌，俯瞰曼哈顿夜景。他眼中的不是天际线，而是一个文明游戏界面，点巴拿马运河，金币加100万，选乌克兰矿场，资源加500万，滚太空进度条，科技树点亮。我们的养老金、房贷、流量都是他的燃料。贝莱德这个白手套用算法统治实体，用 ETF 扩张疆域，11万亿面前，国家不过是 Excel 的一个标签。你觉得它恐怖吗？欢迎留言讨论，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